我们的这个皇家加勒比的邮轮，然后我们现在到达了这个以前的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海盗共和国的首都拿骚。那这个国家呢是巴哈马。今天呢，我们会带大家逛一逛，就是拿骚著名的一些历史古迹啦，然后曾经跟西班牙海军战斗的地点啦，然后英国的海军舰队在这边建的一些炮台啦，很多很多有的没的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迪士尼船，我们的小兄弟们也靠岸了。然后这边等一下我们就要走到那边去，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然后现在就要准备出发啦，跟着我一起走吧。走出了那个这个码头了，然后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岛上的陆地上，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漂亮、颜色很可爱的小房子。你如果没有在船上买到这个 shore excursion 也没有关系，你来到这个岛上有超级无敌多现场你可以买的 sightseeing 的 tour， 而且这个要价都比船上的便宜。这边我看到入口这里、出口这里就有35块钱一个人，然后一般你在船上买的话要50-60块钱一个人。然后我们呢是在网上找到，并且订了一个就是 Kindness Walk， 所以它是不收费的，它只收了平台的这个服务费5块钱，我们2个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要钱的服务会是什么样的体验。这里是 Queen's Staircase， 也就是皇后的阶梯。那整一条走道呢，都是从山中间劈开，人工手一点一点凿出来的。I am not wearing a dress. So that's gonna be really, really nice. The Balcony House 始建于18世纪，那这里居住的曾经的屋主呢，都是拿骚最有钱有权的人。客房超级漂亮，瞩目，这就是他们的。所有这个房子的主人会住在的地方。哎，这个百宝箱，我们的这个导游说是需要大概4-5个年轻的小伙子才能把它举起来运上船，一个非常沉的木头做的宝箱。酒厂啊，其实后面是一个超级大的酒厂。那加勒比海域的这个岛屿一样啊，就是以朗姆酒闻名，然后海盗们最喜欢喝的也是朗姆酒，所以它这一整个这个既是一个商店，然后后面也是一个酿酒的工厂。那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今天的 Kind Walk， 就是不需要钱的，我们只给了5块钱的手续费，在那个网站上面是 Viator 网站，然后这是这个导游的第一次，然后我们给了他一个人给了20块钱的小费，实际上比我们真正的去在线下或者线上买都便宜很多很多了，而且这个导游人非常非常好。如果你到了巴哈马，你想尝一下当地的食物，你可以在这个海边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bar 和 kitchen， 就是他们同时有给吃的，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喝啤酒，一定要吃他们这边的这个海螺沙拉，叫做 conch salad， 和这个什么炸海螺饼 conch frito， 但是这边的物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一个沙拉20块钱，然后一个 conch frito 要25到30刀，所以实在是太贵了。拿骚是个非常小的小岛，所以不用担心迷路。但是上下船的时候都一定要切记带好你的护照和房卡，因为会有工作人员要检查哦。
我们现在是这个 Royal Caribbean 的第5天，终于来到了这个皇家加勒比，他们自己买了一个小岛，叫做 Coco Cay。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建了很多的游乐设施。今天一整天大家都会待在这个 Coco Cay 的岛上，然后要么就是玩他们的各种滑梯啦，然后他们的这个 zip line 啦，然后你还可以自己租一个就是水上的小屋啦什么之类的。反正今天就是超级无敌资本主义的一天，在岛上度过一个 perfect day at Coco Cay。啊，怎么？那现在就要准备进入 Coco Cay 的这个最主要的园区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就是他们的最著名的 Water Park， 但是你是需要买门票进入的，但是就是有很多的游乐设施。那这一条呢是红线，你看到地板砖是红的，那我们顺着这条红线呢可以找到2个不需要给钱的 complimentary 的一些有小吃和水供应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点饿了。然后顺着这条绿色或者绿蓝色的 path 呢，你就可以去到这个 Troll Island， 也就是他们比较大的一个 beach， 但是那边可能就是没有吃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这条红色的线路，跟我一起走吧。岛上有2、3家像这样的完全免费的自助餐厅，是不需要证件、不需要收费，你可以随意进出跟享用餐点的。在这里会全时段不停地为你提供甜点、沙拉、新鲜的水果，还有现烤的汉堡，还有烤肉。那当然啦，水、还有冰块以及一些常规的饮料也都是免费的。South Beach， 因为我们听说这边人比较少，但是它的服务完全没有减弱。就是你看这边会有这个篮球场，然后远处会有吧台，然后这边是这个sport pavilion， 就是有什么毛巾啊可以借给你，然后还有 locker， 然后你看到那边挂的一个的蓝色的小毯子是那个，就是你可以借，然后在海上漂的。然后这边还有看到这个大叔在这边洗脚的地方，就是淋浴区，非常的完善。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开始下海玩啦，走吧！沙滩上有不少像这样的道具和一些游乐的场地，比如说篮球场啦、沙滩排球场啦等等。那这些沙滩上蓝色和黄色的躺椅和雨伞呢，也全部都是免费的。不过这些木屋呢，都是需要钱的。看那个海水，我们刚刚到的时候不是这个颜色呀，我觉得。然后现在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有淡蓝色，然后分层分得特别厉害。那边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一片浅滩，大家看到是浅蓝色的，我们就要潜到那里，因为那边有很多小鱼，很可爱。准备好了没有？开始。
到3点、4点左右的时候呢，太阳就会开始下山，所以会变得冷一点，大家就纷纷回城了。回城的时候看到了这个非常可爱的热气球，也是可以提前预定和乘坐的。小岛上偶尔会出现像这样的小型游乐场，是可以给小朋友的，还有这些巡回的跳舞啦，还有现场的乐队啦，让我感觉好像有点像去到了迪士尼和环球。那最后答应你们的，我们这一趟8天7夜的行程一共花费的钱呢，我们实际上只购置了2样东西，一个就是 WiFi， 然后另一个就是1日游。那1日游其实我们之前也说了是没有花钱的，只给了平台服务费5块钱，但是最后我们因为觉得导游人很好，然后而且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晰很有趣，景点也都还不错，所以我们2个最后一人给了20块钱的小费，就是40块。所以拿骚1日游呢，花了45块钱，整一趟的这个皇家加勒比的游轮的费用，包括了这个吃住什么的，一起是2164美金。另外每个人还要付小费，那2人的小费一共是224美金。另外呢，我们还购置了全程的高速这个 WiFi， 是用马一龙的星链的那个 WiFi，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使用 WiFi， 而且我可以直接在网上看视频、看那个电视剧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个 WiFi 也是224块，那所以我算了一下。全部加起来，最后我们一共支出的钱是2654美金。那如果按7的汇率来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整整18600块钱。那你觉得看完我们这3集下来，18600块钱值不值得呢？